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。今天又来给大伙唠唠相亲那些事儿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要是觉得故事有意思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呀。今天这个故事真的能把人笑到肚子疼，保证让你们印象深刻。咱们这儿有个35岁的姑娘叫小李，那长相那身材，走在街上回头率绝对超高，而且人家事业也相当成功，在一家跨国公司当管理层，月薪好几万呢。可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，在婚姻这件事上却一直不太顺利。小李出生在一个普通但充满爱的家庭，父母都是勤勤恳恳的上班族，从小就对她寄予厚望，培养她各方面的能力。所以小李从小就是个学霸，一路顺风顺水考上了名牌大学，又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了跨国公司，一步一步打拼到现在的位置。对他来说，事业上的成功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所以在感情上，他也希望能找到一个旗鼓相当的伴侣。前阵子，小李的姥姥可着急坏了，老人家都85岁高龄了，心心念念的就是孙女的终身大事。那天，姥姥拉着小李的手，眼眶都红了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乖孙女啊，你今年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个结婚对象，不然姥姥怕是看不到你披上婚纱的那天喽。”这话一出口，小李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。你们想想，小李可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强人，平常工作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出差，有时候为了赶一个项目，连续加班好几天都是常事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谈恋爱找对象啊？而且她条件这么好，自然是想找个门当户对的老公，这要求也不过分吧？小李的择偶标准其实也还算正常，男方必须是985或者211大学毕业的，年薪不能低于50万，家里得有2套以上的房产，长相不能太磕碜，最好还能比他高一个头。最重要的是得有上进心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？但在咱们这地方，想找个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男人，那可太难了。不过没办法，小李就是这么坚持，毕竟谁不想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伴侣呢？他觉得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不能将就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对的人。这不，前段时间我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叫王二狗。这名字一听就感觉不太靠谱，小李还没见面呢，就让我帮忙打听打听对方的底细。这一打听，好家伙，王二狗今年38岁，就是个普通的销售员，月收入也就1万出头。人长得倒是还行，就是有点秃顶，身高还比小李矮3公分，而且他连房子都买不起，现在还租房子住呢，唯一的家当就是一辆2手50宏光。王二狗来自农村，家里条件不太好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供他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所以他毕业后就一直在努力工作，想要在这个城市扎根。虽然他收入不高，但一直都很努力，也很有上进心，只是和小李的条件相比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就这条件，和小李的要求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可我想着，说不定两人见面后能擦出点火花呢。于是就安排他们在一家高档西餐厅见面了。那天小李早早的就到了，他穿着一件定制的香奈儿白色西装裙，精心化了妆，整个人看起来又优雅又自信，那气质整个人看起来又优雅又自信，那气质简直绝了。再看看王二狗，一身地摊货，领带都系得歪歪扭扭的，头发也没怎么打理。和小李站在一起，那反差感别提多大了。您好，请问是李小姐吗？王二狗一开口，声音就有点怯生生的，感觉特别不自信。他其实心里也清楚自己和小李的差距，所以从进门开始就一直很紧张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小李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。不过他这人修养好，看在人家大老远赶来相亲的份上，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。请坐，小李淡淡的回应道。接下来的对话，那可真是堪称相亲史上的灾难现场。王二狗刚坐下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介绍自己。我虽然现在看起来普普通通的，但我可是个有上进心的人呐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搓着自己的手，眼神里透着一丝期待。小李微微挑了挑眉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他心里想着，听听他到底能说出什么来。王二狗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宏伟计划。我们销售团队今年业绩还不错，
我打算攒点钱，明年说不定就能买辆稍微好点的车。对了，我还在学习网络营销呢，以后肯定能年入20万。他说的眉飞色舞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成功的样子。听到这儿，小李差点忍不住笑出声。20万，他几乎是带着点不屑地重复了一遍。在他看来，20万年薪和自己的要求相差太远了，而且听王二狗的语气，好像这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目标了。可王二狗跟没听出来似的，反而越说越兴奋。对对对，等我年入20万，咱们就能在郊区买个小户型了。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都没注意到小李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难看。小李这下彻底绷不住了。等等，您说的是咱们？我们这才刚认识多久啊？他觉得王二狗的想法太天真了，两人还没怎么了解，就开始规划未来的生活了。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王二狗还傻笑着说，相处相处，慢慢就熟了呀。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，还以为自己很会找话题呢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里都忍不住吐槽，这王二狗也太天真了吧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条件，就想着和小李一起买房过日子了。小李也不客气了，他优雅地放下餐具，直直地看着王二狗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您觉得自己配得上我吗？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犀利，仿佛要把王二狗看穿。这话一出口，餐厅里的气氛瞬间就降到了冰点。二狗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小李的强大压迫感，他有点尴尬地笑了笑，配不配得上？那得看两个人合不合适吧。他试图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，可心里却很清楚，自己和小李的差距确实很大。小李可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开队。合适？你连基本的条件都不符合。985毕业了吗？没有。年薪50万？做梦！2套以上房产，你连个租房合同都比不上。他一口气把自己的择偶标准全说了出来，王二狗瞬间就像被雷劈了一样，待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可不是来玩玩的。小李语气冰冷，我今年35岁了，没那么多时间陪你耗着，我要的是结婚，不是同情和怜悯。他的语气很坚决，让王二狗知道他是认真的。王二狗结结巴巴地说，可是感情不是只看条件的，对吧？他还是不甘心，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下。错。小李直接打断他，感情当然需要现实基础，你连基本的经济能力都没有，拿什么谈感情？他觉得王二狗太不切实际了，没有物质基础的感情是很难长久的。我在旁边听的都替王二狗捏把汗，这哪是相亲啊，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审判。王二狗也意识到自己和小李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他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？他心里还是有点好奇，想知道小李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小李冷笑一声，理想型，学历顶尖，事业有成，长相出众，家境优渥，性格成熟，对家庭负责任。这很难吗？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很正常，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难找。旁边的服务员都忍不住偷偷看这一幕，大家都被这场激烈的对话吸引住了。餐厅里的其他食客也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有些人还在小声议论着。王二狗听完小李的标准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我知道自己可能配不上您，但是人总得给彼此一个机会吧。他还是不死心，希望小李能给他一个机会。小李直接翻了个白眼，机会？凭什么？就因为你是个男的？他觉得王二狗的话很可笑，给机会也要看有没有值得给的地方。这时候，餐厅里的气氛已经凝固到了极点，周围的食客们都竖起耳朵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大家都想知道这场相亲会怎么收场。我姥姥说了，小李语气冷若冰霜，今年必须结婚。可我不是那种随便将就的人，要结婚也得找个能让我真正佩服的男人。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态度，让王二狗彻底断了念想。王二狗已经完全没了反抗的勇气，他低着头，连筷子都不敢动一下。他觉得自己在小李面前就像个小丑，被他无情的嘲笑。小李继续毫不留情的攻击，你有什么值得我看重的？销售，年薪10几万，这种程度的男人满大街都是。
他的话就像一把把刀子，刺痛了王二狗的心。我在旁边听得都忍不住叫好，这小李可真是太敢说了，这场面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王二狗最后的倔强也在这一刻崩塌了。那您觉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您？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挣扎，只想知道小李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。小李优雅地抿了口红酒，慢条斯理地说：首先必须是博士或者硕士学历，其次要在外企或者国企担任中高层管理职位，再者家里至少得有3套以上房产，车也不能是国产车。最关键的是长相要有气质，身高最少要比我高10厘米。他一条一条地说着自己的要求，就像在宣读一份圣旨。我听了都忍不住啧舌，这哪是找老公啊，简直就是在招聘超级精英。王二狗彻底傻眼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小李，就像个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。他觉得小李的要求太苛刻了，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。不是吧？他小声嘀咕，这还是人话吗？他实在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小李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不是人话，这叫有追求。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很合理，是王二狗太没追求了。王二狗彻底说不出话来了，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像是在努力消化这个近乎苛刻的择偶标准清单。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既觉得小李的要求太高，又觉得自己确实配不上他。那您觉得现在的男人怎么找？王二狗还不死心，想再挣扎一下。他还是想知道小李对现在的婚姻市场有什么看法。小李冷笑一声，现在的男人要么不上进，要么配不上我的要求，整个婚姻市场就像是一潭死水。他的话充满了失望和无奈，也说出了很多优秀女性的心声。这话一出口，简直就是对所有男性的一记重锤。旁边的服务生都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估计心里都在想，这姑娘可真是太厉害了。我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会将就的女人。小李语气坚定，85岁的姥姥催婚，我懂她的心情。可婚姻不是为了应付长辈，而是要找到真正合适的人。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立场，让大家知道他是不会轻易妥协的。王二狗已经彻底没了斗志，他低着头，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了。他知道自己和小李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这场相亲注定是一场失败。就在这时，小李突然问了一个让王二狗措手不及的问题：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优秀的女性都很难找到对象吗？他看着王二狗，眼神里透着一丝期待，希望他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。王二狗茫然地摇了摇头，他确实不知道为什么。在他看来，优秀的女性应该很容易找到对象才对，因为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仅仅能养家糊口的男人。小李斩钉截铁地说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共同成长、能平等对话、能互相成就的伴侣。他的话掷地有声，说出了很多现代女性的心声。这番话说的王二狗哑口无言，整个餐厅的氛围仿佛都被小李的强大气场给震慑住了。大家都在思考小李说的话，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我在旁边听的那叫一个过瘾，这哪是相亲啊，简直就是一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精彩宣言。这场相亲注定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，你们说呢？